今天的歐冠，皇馬是客場4-3輸給了拜仁慕尼黑。老 K 是這樣看的：今年歐冠的皇馬、巴薩，在最關鍵、最絕望的時候，真的展現了自己的血性。作為球迷看比賽，作為球員踢比賽，那麼每年歐冠的冠軍只有一支隊伍，但比比賽結果更重要的就是今天留下的這種比賽過程和精神。不過另一方面，皇馬的主教練阿韋羅亞在賽後接受採訪，他認為不能因為今天這樣的動作就罰下我們一名球員。我認為主裁判是忘了卡馬文加身上已經身背一張黃牌了，這個決定毀了這場比賽，也毀了這輪淘汰賽。嘿嘿，對這一點嘛，老 K 倒不敢苟同。看了今天上半場的判罰，咱們都知道怎麼回事。而其實下半場總的來說裁判也比較偏皇馬。哈里凱恩前場被犯規，居然吹凱恩犯規，當時都把拜仁的主教練孔帕尼給氣笑了。而且最關鍵，上半场今天在拜仁的主场，裁判真是史詩級的吹罰。所以怎麼說呢？西甲咱們不管，但歐冠的歷史上，如果只有一支隊不應該抱怨裁判，我覺得那應該是皇馬。所以皇馬主教練這樣的發言，老 K 個人覺得沒有必要。而最關鍵的是，在卡馬文加被罰下以後，拜仁慕尼黑憑借路易斯·迪亞斯和奧里塞的進球鎖定勝局。這兩顆進球都跟當時皇馬在防守端投入不足有關係。正如評球嘉賓亨利所說，對陣拜仁，你不能犯任何錯誤，他們是一支非常平衡的球隊，也不會一直給你機會。但這場拜仁確實給了皇馬機會，可作為皇馬，如果你在面對拜仁的時候少打一人，你還不願意多付出去做整體的防守，那就會被這樣的球隊懲罰。所以皇馬最終連續2個賽季在歐冠的1/4決賽都被雙殺出局，這就有點意思。因為在此之前僅有一次當時還是1966到67賽季，皇馬是在1/4決賽對陣國際米蘭，也是2回合都輸球。那麼久遠過去60多年前的事情，可上賽季跟本賽季皇馬就接連碰到2次。現在看来，皇家馬德里本賽季大概率是沒有冠軍。歷史經驗表明，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皇馬通常會在夏天更換主教練，這真的比較可惜。打拜仁的這2輪，皇馬確實超出了我們的意外。本來以為拜仁可以兵不血刃的橫掃淘汰，但其實主教練阿韋羅亞的部署相當出色，只是幾個關鍵的瞬間葬送了今天的皇馬。哇，這2天的歐冠淘汰賽次回合真讓人有些上頭，尤其是巴塞羅那和皇馬，真的是以戰鬥到最後的血性給西甲撐起了臉面。所以老 K 也衷心的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喜歡的話誠心希望您點一個訂閱。那麼咱們繼續，今天首先皇馬排出的陣容果然是4-4-2，兩個前鋒姆巴佩跟維尼修斯，中場左邊居萊爾，中間是貝林厄姆和巴爾韋德，右邊布拉辛迪亞斯。拜仁慕尼黑這邊4-2-3-1，鋒線哈里凱恩，在他身後是格納布里，左邊路易斯迪亞斯，右邊奧里塞，雙後腰帕夫羅維奇和基米希。兩個隊的後防線，皇馬是呂迪格和米利唐搭檔中後衛，左邊門迪，右邊阿諾德。果然首發門迪這一招被老 K 事先料到了，但門迪今天的發揮很一般。而拜仁慕尼黑中後衛於帕梅卡諾和塔，左邊萊莫爾，右邊斯坦尼西奇。比賽剛剛開場1分鐘，諾伊爾的出球竟然直接傳給了居萊爾，居萊爾不停球直接吊射空門，總比分2-2，這時候就已經扳平了。但5分鐘之後，利用角球，基米希助攻，帕夫羅維奇頭球破門，拜仁總比分3-2，再次超出。上半場第30分鐘仍然是居萊爾，他的任意球直掛進角，門神諾伊爾無可奈何，皇馬再度扳平總比分3-3。沒想到短短8分鐘之後，中後衛於帕梅卡諾突破後的直塞，凱恩在禁區內得球勁射破網，拜仁總比分4-3，再次超出。4分鐘後，比賽第42分鐘，皇馬雙鬼拍門，維尼修斯在左路帶球衔枚疾走，吸引了大量的防守注意力，然後橫傳中路，姆巴佩無人盯防下推射破門，皇馬再次扳平總比分4-4。比賽臨近結束的第86分鐘，替補出場的卡馬文加吃到第2張黃牌被罰下。這個球他對哈里凱恩的犯規其實並沒有什麼，但是在裁判吹哨之後，真是手賤把球抱起來，耽誤了對方發球的時間。這個行為被主裁判果斷地出示了第2張黃牌。姆巴佩吃驚地捂住了嘴，不敢相信。也就是這張紅牌改變了整個比賽。3分鐘後，路易斯迪亞斯在禁區外遠射破門，拜仁總比分再次5-4超出。然後5分鐘後，比賽補時第94分鐘，奧里塞在反擊中接到中路的傳球，
一個人帶球突入禁區，勁射破門，最終拜仁鎖定總比分6-4。而比賽後居萊爾失去了對情緒的控制，不滿判罰，也被出示紅牌。這場比賽最有趣的是本以為要吃紅牌的是呂迪格，結果替補上來的卡馬文加用抽象的方式成為了巨大的變數。而拜仁這邊的路易斯·迪亞斯瞎踢了一整場，最後來個絕殺，這也是徹底的向過去利物浦的隊友薩拉赫致敬，成為了薩拉赫型的球員。說真的，皇馬在歐冠真的是另一支队伍，有了歐冠光環的加持，今天整體發揮比拜仁要好。之前的第一輪雙方實力對等，可今天第二輪在拜仁的主場，拜仁卻踢得太緊張了，每一次皇馬的反擊都能讓拜仁全隊緊張起來。而皇馬那些球員的小動作完全是對歐冠的頂級理解，小動作特別多，而且特別會搞心態。就像賽後拜仁的中後衛斯坦尼西奇說的，吕迪格在踢倒了我之後，還趁我倒地的時候辱罵我。我不需要談論我倒地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你可以去問呂迪格。但在我看來，這種辱罵的行為完全不可接受。他只說了一個詞兒，還說了2遍，你可以親自去問他，也許他足夠有種會承認的。我不想多說，因為我不是那種希望結下梁子的人，我不會往心裡去，這是在情緒激動時發生的事兒，但我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這就對了，斯坦尼西奇26歲，但他已經看透了呂迪格的招數。不懂的可能以為吕迪格是情緒激動才這樣，但我們見過太多，知道他就是為了搞對方心態。還包括維尼修斯在場上搞基米希，把基米希撞倒之後，基米希剛想起身，維尼修斯一推又把他推倒在地，可最後維尼修斯這個動作竟然連犯規都不是。咱們想想，如果反過來是基米希撞維尼修斯，那可能就是紅牌呀。沒說的，今天這場比賽確實精彩，而卡馬文加這種毫無意義的腦子短路，正如他本賽季整體的發揮一樣，毀掉了皇馬所有人的努力。都已經踢了那麼多的大賽，還能以愣頭青太年輕來給卡馬文加找理由嗎？現在老 K 覺得本賽季夏天真有可能就把卡馬文加給賣掉了，身上已經有了黃牌，還在裁判吹哨之後去抱球拖延時間，真的是極為愚蠢。下半場把他換上來，本來是為了加強防守，而當時犯規的那個球又不是離球門很近，要防止對方快發什麼的，本來就是自己犯規在先，你還去拿手拿球，嗨！說實話，今天卡馬文加被換上來的時候，部分皇馬球迷就心裡一驚，感覺有點不妙，因為本賽季每一次看到他上场都沒有好事。怎麼說呢？老佛爺如果今年夏天真把他賣掉，那麼大家好說好散。像他這樣一到大場面就腦子短路，在場上又沒什麼作用，說實話，他也只是讓拜仁的球迷來了場驚喜。不過咱們還是客觀來講，在今天西班牙對這場比賽的直播中，馬卡電台的節目裡面前西班牙國際級裁判阿方索·佩雷斯·布魯爾是這樣評論的：第86分鐘，主教練因為卡馬文加拖延拿球時間，向他出示第2張黃牌，但不能因此罰下一名球員，這樣的紅牌完全站不住腳，因為這樣的行為罰下球員完全是觸罰過重。卡馬文加只拖延了3秒鐘球權，裁判應當更加權衡比賽對2支球隊的重要性，尤其是這個判罰對比賽走勢的影響。這近乎是濫用職權。這位前裁判呢，過去有個歷史，在2009年曾經因為他的判罰多次讓皇馬受益，最終遭到了西班牙足協裁判委員會的處罰。當時西班牙媒體稱裁判布魯爾被送進了冰箱，最後對他的處罰是停哨了1個月，而且還取消了他對胡安·弗蘭的第1張黃牌。可當時2009年，這個主裁判布魯爾不僅諷刺胡安·弗蘭的假帥帥得很逼真，而且還在場上大爆粗口。當時他錯誤的判罰胡安·弗蘭假摔以後，一位奧薩蘇納的球員就上前申訴說，裁判先生，回家看看電視，你就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個點球。可這球員的辯解讓主裁判布魯爾的權威當時受到了挑戰，他當時就毫無風度的罵道，我踢 MD 的把電視直接塞進你的屁股裡。所以这個前主裁判的言論，個人覺得是代表了皇馬系。不過有一點，今天確實當值主裁判他疑似是忘了卡馬文加身上已經有1張黃牌。當時他向卡馬文加出示第2張黃牌以後，並沒有第一時間去掏出紅牌，而是轉身離開。直到拜仁的球員上前抗議以後，他才想起來，才返回向卡馬文加補了1張紅牌。對這件事，甚至拜仁這邊的當事人基米希也認為，我覺得裁判可能不知道卡馬文加已經有1張黃牌在身了，如果他知道，或許就不會掏牌。但卡馬文加這確實不是一個聰明的舉動，所以我認為這張黃牌判的也沒問題。第1張黃牌很明確，第2張也完全可以給。而卡馬文加這張紅牌確實當然的在最後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但我覺得我們拜仁在下半場後段已經掌控了比賽。雖然場面沒有上半場那麼激烈，但我當時感覺非常好。我在場上能感覺到，我們拜仁是更有能力贏下比賽的一方。當然，那張紅牌永遠都會帶來巨大的影響。但對這件事，前皇馬的荷蘭球員斯內德在節目中說呀，皇馬球員應該把出局的怒火都發洩在卡馬文加身上，因為當時他領到第2張黃牌的行為確實愚蠢至極。卡馬文加太愚蠢了。你知道皇馬球員在中場哨響之後應該做些什麼嗎？他們應該跑回更衣室裡，然後把所有的怒火都發洩在卡馬文加身上。好，而今天的姆巴佩姆總呢，同樣是冰火兩重天。從進攻的角度看，皇馬全队姆巴佩只要拿球，最讓拜仁的球迷心驚膽戰。可是從防守的角度說，最後卡馬文加被罰下，但姆巴佩仍然不回去防守，簡直就少打2人，所以最後被拜仁慕尼黑连进2個，那也就不意外了。但總的來說，这2輪比賽踢完，估計拜仁球迷對姆巴佩是有了新的認識。真的是姆巴佩只要一拿球，整個拜仁的精神高度緊繃，實力確實太強。說姆總是當今世界足壇技戰力第一人，絕對沒有任何問題。今天的皇馬居萊爾開場吊射，再加一個任意球雙響炮，姆巴佩推射建功，大家也算是全力拼搏了，只是最後遺憾出局。有意思的是，在歷史上只有3名球員曾在歐冠淘汰賽階段在安联球場面對拜仁的時候上演梅開二度，而這3位現在都效力於皇馬，分別是21年的姆巴佩、24年的維尼修斯和26年的居萊爾。另外今天又打進一球，姆巴佩在歐冠本賽季的射手榜排名榜首，進球數是15個，其中3個為點球。而繼續向前邁進的拜仁慕尼黑當家射手哈里凱恩，本賽季在歐冠中已經有12個進球，其中也3個為點球。現在看來，凱恩更有機會在接下來的比賽中衝擊本賽季歐冠最佳射手的榮譽。可是凱恩跟姆巴佩的風格真的不同，凱恩可以算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團隊型前鋒，即使不進球，在中場在後場的防守作用都巨大，而姆巴佩卻是一點不防守，就等着衝刺打反擊。要說這2輪打拜仁，姆巴佩的防守態度還已經算好多了。好的，那麼這一次皇馬8強戰被淘汰，也是姆巴佩征戰歐冠10個賽季仍然無緣歐冠冠軍，這真的讓人有些唏噓。在場上很明顯，所有的球員加在一起，也只有姆巴佩，他只要每次拿球一啟動，對方的球迷是真的慌。而且也是皇馬唯一一個賽後不去圍攻裁判的，輸得起放得下，球品絕對好，真的是有種大將風範，一心只放在球上，也不跳水也不抱怨。我倒覺得維尼修斯真應該學學他這方面的優點，因為4-4-2的陣型，維尼修斯跟姆巴佩在一起，你就能看到比較下來呀，看到他總是在攤手，總是在抱怨。而姆巴佩就顯得很有氣質，踢球又乾淨，頭腦也清醒，在場上不去摻和其他的事兒。這樣的姆巴佩看上去真的有點像總統，像政客。我們始終希望他遲早能拿到歐冠和金球獎。本輪2回合，姆巴佩對拜仁都有進球。賽後在隊友都去圍攻裁判的時候，只有他默默地站在那裡接受現實，格局沒得說。但有一說一，最後的10幾分鐘10打11，他還是不願意多防守多跑跑。最後如果趕緊去防守，起碼也能把比賽拖到加時再說呀。好的，數據方面，姆巴佩在歐冠對陣拜仁已經打入5球，僅次於 C 羅的9球和大英扎吉的6球，現在和舍甫琴科持平。而在歐冠淘汰賽的歷史射手榜上， C 羅67球高居第一，梅西49球，萊萬多夫斯基36球，本澤馬34球，托馬斯穆勒28球，姆巴佩26球排在第6。而姆總的歐冠生涯已經打入了70個球，歷史上只有5個人比他更多，分別是140球的 C 羅、129球的梅西、109球的萊萬、90球的本澤馬、71球的勞爾，並且他也以27歲116天超越了梅西，成為歐冠打入70個球最年輕的球員，所以能夠在這些數據上比肩梅西、C 羅，甚至超過他們。姆巴佩確實了不起，今天的比賽最後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也讓人一言難盡。希望他能保持健康，咱們世界杯再見。另外，拜仁慕尼黑今天在歐冠主場半場就丟了3個球，這也是他們歷史上的第2次。上一次還是12年前，而對手恰好也是皇馬。那一次是2014年歐冠半決賽次回合，當時拜仁在主場輸了皇馬一個0-4，總比分0-5出局。所以今天能在安聯球場把拜仁打成這樣，那也只有皇家馬德里。那麼今天輸球以後，最新的消息已經傳來，說皇馬主席老佛爺對波切蒂諾的評價很高，
現在他可能會被視為接替阿韋羅亞的人選之一。所以如果接下來皇馬選擇讓阿韋羅亞下課，目前看新主帥的人選將聚焦在克洛普、德尚和波切蒂諾。OK， 還有一點，今天在比賽中皇馬內部也出現了衝突。當時貝林厄姆對維尼修斯沒有傳球非常不滿，而維尼修斯則對着貝林厄姆說：“你閉嘴吧！”當時比賽的最後階段，皇馬試圖完成逆轉，場上的情緒極度緊張。第82分鐘，貝林厄姆因為維尼修斯在一次明顯的機會當中沒有傳球而對他表達不滿。維尼修斯的回應非常直接，非常清晰，他當場就對着貝林厄姆吼道：“你想要什麼？閉嘴吧！”而這個畫面剛好被攝像機記錄下來，也體現了皇馬球員在比賽中的情緒失控。所以也包括維尼修斯在內皇馬的幾個大牌球員都有個很不好的習慣，經常性的攤手和抱怨隊友。球如果進了，大家嬉皮笑臉衝過去一起慶祝；只要沒進，就是攤手，抱怨你怎麼不傳呀？而想想過去的 BBC 時代 ，C 羅、貝爾、本澤馬，直到後期都沒有出現過現在這種情況。當然，這可能也是時代的變化。巴塞羅那的比賽也是。亞馬爾也喜歡天天舉手要球，不傳球給他，隊友失誤了，他也是攤手。還有菲爾明也經常攤手。好吧，如此精彩的比賽，但如果要總結，能想起的還是卡馬文加的紅牌。他已經連續2個賽季都在歐冠1/4決賽吃到紅牌。上賽季皇馬客場0-3輸給阿森納的比賽，卡馬文加同樣是在比賽最後階段被紅牌罰下，真的是記吃不記打，怎麼就不長記性？那麼這一場3-4被拜仁慕尼黑逆轉，也是皇馬自2013年以來首次在歐冠半場領先以後輸球，而拜仁也成為了繼曼聯之後的第2支在歐冠淘汰賽3度落後最後卻贏球的球隊。拜仁展現了自己強大的心態和大心臟，打逆風球是真的有一手，全都是腳頭硬的大场面先生。那麼接下來歐冠半決賽，拜仁慕尼黑將面對大巴黎。這是本賽季狀態最好的2支球隊提前上演的決賽。過段時間老 K 好好想一想，好好對半決赛進行一下預測。OK， 另外一場比赛，今天阿森納是0-0踢平了葡萄牙體育，終於靠着自己的防守以總比分1-0淘汰了葡萄牙體育，晉級4強。但比賽中馬杜埃凱在下半場因為帶球太多被撞了一下，受傷被換下場。今天馬杜埃凱確實拿球帶的太多了，看到門也自己射，队友有空位也不傳。不過確實有突破能力，只是傳球和射門確實差了點。而阿森納左邊的馬丁內利確實就差了點。雖然防守態度沒得說，但馬丁內利你是邊鋒呀，他是確實沒有技術，沒有能力，只能算一個防守型的邊鋒，在左路毫無威脅。老 K 昨天還說馬丁內利不能踢首發，首發狀態稀爛。可阿爾特塔確實不聽，所以馬丁內利有時候真覺得他的球商智商屬於最差的邊鋒，純就是靠了自己的速度一流，態度一流。但能力的確是3流，但好在他的回防是確實真帥，又快又利索，能把球迷看感動。就馬丁內利這個回防態度，維尼修斯要是學一學該多好。好，阿森納的比賽真沒什麼好聊的，仍然是運動戰一籌莫展。你看阿森納踢得這麼差勁兒，最後還能夠晉級，是不是這就是所謂的冠軍相呢？進攻便秘，界外球也便秘，就這還進入了歐冠半決賽，真是讓人想不到。這樣一支本賽季有希望同時拿下英超和歐冠冠軍獎杯的阿森納，身上不知不覺的竟然透出一絲保級的氣息，所以屬於菜雞互啄的一場比賽。阿森納不知道自己在踢什麼，葡萄牙體育本身也菜，也不知道自己在踢什麼。這一場球跟隔壁的皇馬打拜仁比起來，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最近阿森納的幾場甚至給老 K 一種感覺，剩余賽季的比賽，阿森納會不會一個運動戰進球都進不了？就這樣的狀態，咱們先不說歐冠半決賽呀，就下一輪英超，曼城主場打阿森納，阿森納的球迷你們怕不怕？哈哈，好在呀，歐冠半決赛阿森納的對手是馬德里競技，所以这真的也算簽運。現在在歐冠奪冠概率的排行榜上，拜仁慕尼黑 34% 排第一，阿森納 28% 排第二，大巴黎 26% 排第三，馬德里競技 11% 排第四。具體的分析和預測咱們放到以後，但老 K 個人感覺倒是大巴黎實力第一最出众，然後是拜仁、阿森納和馬競。其實說真的，將阿森納擺在馬競的前面，老 K 都有些心慌。但確實阿爾特塔組的後防線太能苟，太能擺大巴了，苟個冠軍也不是不可能的。兵工廠的防線目前是本賽季最穩的，這也就讓他們的門將拉亞拿到了單賽季歐冠的第8次零封，追平了萊曼保持的阿森納隊史紀錄。
大衛拉亞本賽季歐冠只出場了11次，就已經8次零封。你說這條後防線？過去美麗足球阿森納給人的印象是技術和進攻，但現在能贏才是王道。想起05到06賽季那一支阿森納，的確也主要是靠防守進的歐冠決賽。OK， 不管怎麼說，本賽季阿森納已經從歐冠賽事中獲得了創俱樂部紀錄的約 1.24 億歐元獎金。那麼讓槍手的球員們休息休息。4月19日，曼城大軍將向他們開來。這一場火星撞地球的英超天王山決戰，想想就興奮，必定會讓咱們這個足球周末開心到睡不着覺。OK， 輕鬆輕鬆啊！咱們老教練穆里尼奧的女兒馬蒂爾德·穆里尼奧已經長大了。她近日现身在科切拉音樂節，憑借自己的多套造型和出色的身材，也引發了大家的關注。尤其是腹肌啊，老 K 說過多次，現在的大美女人人在比拼腹肌。那麼穆里尼奧的女兒馬蒂爾德呢？她在完成學業以後是決定投身珠寶設計行業，還創立了英國高級珠寶品牌馬蒂爾德 Jewelry， 主打精緻、道德和可持續理念的珠宝品牌。所以這也算是一位女企業家。老 K 記得過去穆里尼奧還給自己的女兒打過廣告。好，另一方面，咱們切爾西一直踢不上球，因為兴奮劑被禁赛的穆德里克，他的女友喬丁·瓊斯在社交媒體曬出了一個視頻。視頻裡面，穆德里克把女朋友舉起來做臥推，把她當做了槓鈴一樣。而穆德里克的女友瓊斯是一位歌手，也是舞者，還是演員，在社交媒體上擁有900萬粉絲，甚至還擁有自己的能量飲料，名字叫 Gorge Energy。現在穆德里克正在自費聘請的教練團隊的帶領下進行單獨訓練，就真不知道穆德里克什麼時候還能重返賽場，還有沒有機會重返5大聯賽。OK， 還有咱們日本國腳柴崎岳的妻子，前早安家族的成員真野惠里菜迎来了35歲生日，於是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慶祝生日的動態。柴崎岳貼心地送上了禮物和鮮花。現在的柴崎岳33歲，在鹿島鹿角作為隊長穿10號。他們2人的第一個孩子在2024年出生。好了，真心感謝大家的支持，喜歡的話不妨訂閱一下。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